大家好，我是杰尼。如果您对利用落叶和厨余自制堆肥或者盆栽土感兴趣的话呢，这视频就让我们分享如何制作堆肥，由我的老公 Peter 来做实际操作。在秋天落叶季节，把飘落下来的柿子树、苹果树和李树的落叶清理后归拢在一起，然后我用割草机来打碎，把它们作为堆肥的重要材料之一。这些材料称为棕色物质。棕色物质富含碳，碳元素是植物必需的6种金属元素之首，是非常重要而又容易被忽视的植物必需营养元素。顺便把草坪也割整齐了。割下来的青草又是堆肥的另一个重要材料。这些材料称为绿色物质，它们富含氮元素，而氮是植物生长的必需养分，对植物的茎叶生长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再把收获后的长秆豆、扁豆的老藤蔓也用割草机打碎。这些老藤蔓富含纤维素，而纤维素是维持植物形态挺拔的重要元素。纤维腐烂之后又会产生氮元素。制作堆肥还需要另外的一个成分是厨余，可以用蛋壳、香蕉皮、果皮、蔬菜叶和咖啡渣等等，在厨余腐烂之后，能产生多种营养元素和丰富的有机物质。我用一个油漆桶用来做堆肥桶，在使用之前，先在桶的底部打几个小孔，以起到透气的作用。这是我准备做堆肥的厨余、落叶和杂草。先放入一层打碎的落叶、杂草和藤蔓，再倒入一些厨余，重复这些步骤，让它们互相覆盖，直至桶口。请不要在堆肥中添加肉类、油脂、乳制品和患病植物，或用化学杀虫剂或除草剂处理过的植物。在做堆肥的过程中，最好加入一些酵素，这样能加速堆肥的成熟过程。我用的是吃不完的金桔自制的酵素，制作起来很简单，只需把果皮放入容器中，倒入一些水，盖上盖子。几星期后，看到水面上冒出了很多白色的菌丝，酵素就做好了。我舀出一些发酵水，倒入堆肥桶中，然后在院子中选择一个适当的位置，放上堆肥桶，盖上盖子。为了保证堆肥发酵和腐熟均匀，加速分解速度，需要每隔几周翻搅一次。做堆肥的物质是需要适当的湿度才能分解的。
衡量湿度的标准是，堆肥看上去像是湿海绵就可以了。如果太干的话呢，需要适当加水，或用湿度计测试一下，湿度到满刻度就可以。至少1个月后，看到这堆肥的材料已看不清原来的面目的时候，就可以使用了。下期将与您分享我在晚冬、早春种植的素菜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按1，谢谢您的支持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欠妥的地方呢，请按2，感谢您的观看。谢谢观看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Thank you for subscribe.